所谓的优质的大龄的未婚群体，十有八九都属于回避依恋，就是那种身高长相没有硬伤的，工资他也说得过去的，身体健康方面他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人，他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带着回避倾向。表面上跟谁都能相处得特别好，待人接物都挺让人舒服的，给人一种捡到宝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呢，你跟他接触深了，你会发现他们是恐婚的，是没有办法面对冲突的，是害怕压力的，而且很难跟别人建立真正的信任，甚至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一段深度的亲密关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从心理学的角度，两个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第一个，他们内心是有很严重的融合焦虑的，融合焦虑会让他们非常害怕跟别人去建立深度关系的链接。但凡两个人关系要更进一步嘛，比方说我要谈婚论嫁了，我要结婚生孩子了，就会产生恐惧心理，然后就会不自觉的把人给推开。为什么？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结婚组建家庭或者是共同养育一个孩子，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是会吞噬他们的自我的。我们得明白，回避依恋早年间原生家庭里边是没有获得过来自父母足够的爱的。但凡他想要跟父母亲密一点，比如说撒个娇啊，或者想父母去抱抱他，他的这个父母会严厉的去指责、批评他，甚至是羞辱。那在他的潜意识里边，他就会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一旦更亲密了，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说长大之后，回避依恋就会害怕亲密关系，他觉得两个人一旦走太近了，生活融在一起了，他的自我就会被吞噬，就会受到伤害。这就是为什么你跟回避依恋谈恋爱可以，但是要想结婚了，要天天的住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就此绑定了，他就会产生深深的恐惧。这个本质上还真不是因为他渣，或者他不想负责，而是他在保护自己内心世界，他很难接受有深度的亲密关系。所以基本上一个没有硬伤的，但是又迟迟结不了婚的人，大概率他内心都有非常严重的融合焦虑。其次第二个点，他内心是有很厚的自我防御机制的，就是回避依恋，你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很难去识别他真正的内核的。你可能会觉得他情绪稳定，他内核强大，但事实上你跟他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的情感其实是非常淡漠的，内核是非常虚弱的，他无法去面对压力，也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共情力和同理心他都是不足的。为什么？因为回避依恋大多都生长在一个情感教育比较冷漠的家庭，当他遇到麻烦了，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父母不仅经常忽略他，甚至还会去压抑他的自我表达。那这个就会导致回避依恋的人认为主动表达自我是得不到正确回应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不被人喜欢的。那么渐渐的他就会拒绝一切情感表达，把自我给封闭起来。所以回避依恋在情感部分的能力，它其实是没有发展好的。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经验就是忽视和情感隔离，所以他们总给别人一种淡淡的死感，都能静静的看着你发疯，不管你有多痛苦，仿佛都不能感同身受。原因就在于他已经习惯了用情感隔离的模块来面对自己和别人，他处理不了你的情绪，也无法面对你的指责，你跟他一吵架，他只会逃得远远的，把自己给隔离开。而这个就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明白了吗？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初期看似是完美的，让你挑不出一点毛病，大概率内在都会存在一些创伤。他们可能未必都是回避依恋，但多多少少它是需要你付出很多代价的。所以我们择偶不要去过度迷恋一个人的外在价值，你不管这个人表面他有多好有多优秀，你首先要去看清他的人格底色，否则你就一定会在关系里踩大坑。我是雨山，如果你有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困惑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来我的直播间。